大家好，我是温德里夫。这部影片不是要介绍流派，是要分享法术图腾的入门基本知识。昨天片中，先祖魂约改成可以放置图腾，不需好球。相信有些人对法术图腾感到好奇。我在0.4也玩了许多法术图腾流派，也做过很多测试，希望对法术图腾有兴趣的朋友能有一点帮助。图腾的运作机制，在锁敌范围内，对敌人的位置释放技能，直到敌人死亡或是已有负面状态，就停止动作。Your swamp fiends won't help you. 设置图腾的消耗是看图腾技能本身的等级，意思是插槽内的主动技能等级可以放很高，都不影响设置图腾的消耗。辅助宝石有内建技能等级，像是末日厄运，它的等级变化是看图腾的等级，而不是看插槽内主动技能的等级。有上限的技能，例如风暴漩涡、小曼特达等。上限的数量是看自己，不会因为放很多个图腾上限数量就变多。风暴漩涡上限1个，3个图腾只会轮流放1个风暴漩涡。图腾的锁敌范围，也就是图腾侦测到敌人并放技能的范围。那么该如何提升呢？天赋点图腾设置范围，就可以增加图腾的锁敌范围。图腾是你是分身，不是快照。属性能力会根据你目前的状态同步，所以你在旁边暖机，你的图腾放技能伤害也会提高。像是之前可不和长长 A 透过地印之环短时间超高消耗魔力，增加巨量的伤害，会同步反映给图腾。大法师会根据你的魔力给予你额外闪电伤害，你释放技能也会消耗额外魔力。但是如果是图腾释放技能，可以吃到大法师的效果，但是不会消耗你的魔力。图腾释放的法术可以受到灌注强化吗？答案是不行，可是一个技能例外，就是电弧。当你身上有闪电灌注，图腾会释放强化后的电弧，而且不会消耗你的灌注。但其他与灌注有关的法术，经过我测试，通通没办法获得灌注强化。另外还有骸骨风暴。当你身上有暴击球，图腾会释放强化后的骸骨风暴，并且不会消耗你的暴击球。图腾不是你的友方，但你是图腾的友方。它是同步你的属性能力来帮你放技能，并不是像召唤物有自己的基础能力设定。所以像是权杖词、伊克斯的依恋项链等，都不会改变你的图腾。但像是魔力器皿，图腾可以偷取魔力给你。法术图腾存在一些限制与问题。插槽内技能有更少25%释放速度，而且只能5连少1个辅助宝石，至少要2根图腾 DPS 才比较高。有冷却时间的技能，像是冰墙、烈焰爆破都不能使用。除了电弧，图腾不吃灌注效果，元素法术就显得弱势。图腾释放的缠绕无法过度生长，无法飞速生长爆炸，但是藤蔓痛打可以运作。图腾释放的闪电传送无法以电球为目标释放，只会对敌人。图腾释放的尸体爆破无法对有献祭视为尸体的骷髅释放，只能对敌人的尸体。有些不确定时正是还是 bug， 却限制法术图腾的玩法，有点可惜。再来讲讲2个我玩过的法术图腾流派建构的核心想法。第一个是末日厄运图腾。末日厄运是当诅咒失效时造成伤害，可以放2种诅咒，用盖诅咒的方式触发伤害。将2种诅咒放在图腾上，图腾会交替释放诅咒，触发末日厄运。第二个是闪电传送图腾。本来想法是堆叠白怪的扑杀门槛到100%，让图腾可以直接扑杀并传送位置，变成自动锁敌刷图的图腾。结果发现闪电传送扑杀门槛还是30%，图腾没有继承自己的属性。
于是就变成要串伤害技能配闪电传送，将怪的生命先打到门槛，才能传送扑杀。另外我还有试过的组合，像是寒冰弹加冰霜星星，图腾的冰霜星星可以在寒冰弹的位置释放，但缺点是无法控制图腾放一次寒冰弹再放一次冰霜星星，它是随机释放。还有诅咒加咒术枯萎，图腾会先放诅咒后，不断放咒术枯萎直到发生爆炸。但缺点是诅咒需要减少持续时间，也会跟着减少图腾持续时间。最后，主要让大家对法术图腾有初步的了解，想出有趣的流派就交给各位了。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是温德里夫，我们下次见。